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是以色列的国庆日，现在是78周年。那这是第2趴的影片，第1趴就是早上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前面，这里有音乐会，这是市政府它已经第3年举办这种角色扮演的沉浸式的表演，让你可以跟好像古代人去互动。所以他们就会在每一站啊，就是有唱歌啊，有演戏呀，然后你也可以跟他拍照。每一年都有这种小报筒，然后送给你活动表或者是地图在里面。Thank you。哇，用哈姆雷的以色列的诞生。真的超酷的，就是模仿以前的那个报纸《以色列的诞生》，这是他们读那个独立宣言嘛，本古里安还有魏兹曼，第1届的总统和总理。人超多的，好热闹，好开心哦。那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你可以看到，就是代表不同年代嘛。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今年是78年，但是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从大卫王的时期嘛。那这样子就是3000年，所以大家才会说啊，耶路撒冷3000年。那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呢，看起来就是哈斯摩尼时代。就是耶稣来世上之前，耶稣来的时候是罗马时期嘛，那在这个之前就是希腊还有哈斯摩尼的时期。但我觉得最强的是2个礼拜前我们还在打仗，然后突然有停火，然后这么快，大家就好像刚才没有打仗一样，就这样子积极的参与在这些活动当中。然后呢，这个它是英国托管时期的制服嘛，所以就是鄂图曼土耳其时期进入到英国的托管时期的故事。你看，左边是鄂图曼土耳其，右边是英国托管时期。然后英国托管时期完了以后，就是以色列建国。那我一样会把这些历史整理成一个讲义，然后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免费的下载。哇，然后还有这种，应该是。我觉得我会猜还是一样那个英国托管时期啦，因为那个时候才签证开放，然后允许犹太人回来这块土地。那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现在的总人口呢，好不容易破了1000万，就是10 million。可是，在这么少的人口里面，又很多元，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然后也有不同种族的人，还有分宗教犹太人、世俗犹太人，反正我。是一个真的很有趣的地方。那看这些不同时期的人啊，其实就是会让你更有感触啦，因为这块土地的历史真的是很复杂。这个不知道是演哪个戏，他演得好认真哦。他如果前面没有做这些人，他怎么办？猜错了，这已经是罗马时期，他是哈德良 Hadrian。大家不要担心，我一定会把历史的讲义整理给大家，可以下载，直接下载。他现在就是在讲说要把这个犹大省改名叫巴勒斯坦，那这确实是发生在历史上。大家如果去罗马，会看到一大堆地方都有哈德良拱门。那这也是为什么，即便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争，犹太人他们还是要留在这块土地上。是因为过去的2000年，他们在流亡的时期，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这块土地，是好不容易神按照他所应许的，从列国把他们就是树立大旗招回来。那在流亡中的犹太人，他们也没有忘记锡安，所以就是这个与以色列立约的神把他们带回来了。然后这个民族也没有忘记他们列祖的神。那我上一集有影片有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说，就是流亡中的犹太人还是就是圣经时期留下来的。其实很明显，因为你饮食上有限制，你语言上你没有丢失，然后你守安息日的传统，还有你守所有节期的传统，还有你在犹太会堂里聚会，这都是很明显的一个分别为圣，跟当时欧洲的社会、天主教的社会，它是一个完全隔开的一个族群。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犹太人知道他们自己是犹太人，他们说他们是犹太人，他们遵照一切犹太的文化，那这就代表他们是犹太人了。
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一个马赛克，那它是发现在西元4世纪在加利利那边的一个犹太会堂，这只是复制品嘛。但你也可以发现说，这就代表犹太人不是完全都离开这块土地，也有留下来的。这是在上个影片也有写嘛，就是意大利的犹太人他们在会堂还在捐款给那个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大卫塔就是这个地方，它有非常多的永久性的展览，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买票，在平时的时候来。今天是不用钱，但是大家应该都在看表演啦，没有人在看那个永久性的展览。碰到我们家的邻居，超好玩的。他今天是罗马人。真的好好玩哦！不过明年它不一定是在大卫塔，因为它这3年都是在不一样的地方。这是这3年来我觉得办的最好的一次，而且参加这活动是免费的哦，超感恩的。Thank you, Jojo。那他就是英国托管时期的人，看得超认真。这个活动真的办得超用心的，现在人超多的，因为等一下这里会有一个表演，然后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那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真的2个礼拜前还在打仗，然后现在大家都回来，然后生活，然后享受当下。然后刚刚碰到一个以色列朋友，他就是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别无选择，他们必须选择活下去，必须选择好好生活，并不是他们想要，而是别无选择。我觉得这很深啦，就是真的你被逼到一个绝境，到一种极限以后，你就知道说，我今天我能够好好享受当下，好好的享受我的家人，珍惜我的家人。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彼此的关系都很紧密，然后我们的邻居啊朋友看到我们都好开心，应该是说患难见真情啦。我真的觉得每一次以色列朋友问我你好吗，然后我很认真的回答，然后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听，不是表面就是啊 How are you I'm fine 这样子，不是，他们是真的很认真的听，因为他们知道大家都经历了一段很不容易的过程。那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以色列的旅游市场会真的开放，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来以色列的话，以色列人会真的感受得到你们对以色列的爱。那这就是国庆日的庆祝了。如果大家明年想要来参加这样子的露天博物馆的庆祝的话，看耶路撒冷市政府的官网。那虽然活动都是希伯来文的，但是你可以听音乐啊，你可以感受就是大家现场的那种活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先在家看一下历史，然后大概就是来对一下啊，这个人物可能是哪一个时期。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玩了。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就是一切都是免费的。诗篇137篇1到6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请任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又不看耶路撒冷不如我所喜乐的，请任我的舌头贴于上膛。